为对抗 G7，俄罗斯建议组建新 G8，这事儿能成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在俄乌冲突持续，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极限制裁的当下，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放话要拉着7个国家组建新 G8，一时间引发了全球舆论的关注。当今全球类同的组织是 G7，成员国包括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7个发达国家。沃洛金针锋相对的想组建新 G8，提到的主要是8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伊朗、土耳其，涵盖了亚洲、欧洲和美洲的几个经济大国，但不包括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以美国为首的 G7 组织被认为是全球7个工业国的经济协调平台，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期，其经济总量曾经占到全球 GDP 的 80%， 素有富国俱乐部之称。俄罗斯曾经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 G7 也因此而变成8国集团。2014年，俄罗斯因为克里米亚事件而被开除，由此而耿耿于怀。有俄罗斯国内专家认为，如果新 G8 成立，将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极大挑战，美国也将彻底的失去世界霸权的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呢？关键就是经济实力。G7 组织成员国现有的 GDP 总量在全球的占比已经下降至40%，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就更少了。而新的 G8 国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 要比 G7 国家多出将近25%。如果再考虑到成员国中印度、中国、印尼等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在更长远的未来，新 G8 的影响力将会全面超过 G7。提出这个概念的沃洛金本人曾担任过俄罗斯的副总理，后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的第1副主任，可以说是普京的智囊人物。显然，俄罗斯提出新 G8 可不是开玩笑，很可能是反击西方打压的一项战略举措。沃洛金认为，很多国家离开美国仍然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而新 G8 或许能够成为一个可行的一体化联盟，不仅专注于创造自由的欧亚市场，还专注于集体自卫。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出现了能与 G7 影响力相抗衡的新 G8， 俄罗斯面对西方时被孤立的局面将因此而化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新 G8 真有可能成立吗？答案是可能性不太大。首先，新 G8 选择的国家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俄罗斯选择的新 G8 成员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各国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甚至连基本的价值观都不同，不大可能形成像 G7 一样的合力。G7 的成员国都是所谓的民主国家，即便如此，由于其内部的利益不同，现在这个组织存在的价值也岌岌可危了。G7 会议往往成了清谈会，解决不了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也日益下降。而俄罗斯要构建的是一个更为松散的，由几个大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联盟，各方的利益和诉求很难统合起来，对全球化的市场和安全不一定能带来更大的影响。其次，新 G8 专注于一体化的市场是可以的，但是要搞集体自卫，这完全是一厢情愿。俄罗斯眼中的新 G8 不仅仅是一个大的自贸区，核心目标还有集体自卫，也就是追求安全战略。但是新 G8 国家本身非常复杂，他们追求的安全目标不同，有些国家之间甚至存在着很深的矛盾。比如中国与印度就存在着边境争端，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墨西哥身边有一个强大的美国，伊朗在中东和西方也有很多的敌人。对于已经被西方制裁的俄罗斯来说，这些都不是大问题，但是对中国、印度、印尼、巴西、墨西哥等国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给自己找麻烦。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也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因此中国的基本原则是不会参与有可能引发军事集团对抗的联盟或组织。而新 G8 如果没有中国参加，就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俄罗斯军队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正取得节节胜利，但也正在被西方国家所孤立，因此非常迫切地想建立这样一个联盟。如果这样的一个组合是以经济协作为基础，不谈军事的联盟，或许有可能构建起来。我们的利益所在是反对新冷战，也反对去全球化。因此，
如果能在金砖5国的基础上扩大成金砖8国，甚至金砖10国，以研究经济发展、扩大贸易合作为主，不涉及安全战略，这可能才是中国所希望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